在想，那如果所有的颜色混合到一起，它会出一个什么颜色？我这里用这个水在做色彩的时候呢，会去调出来之后，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脏的。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去选择某一些颜色，选好之后还需要一旦选不好，它就会非常非常的脏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彩色系。那么无彩色系，它是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通过这个添加白色和黑色呢，会让我们的颜色它的明度会有一个上升，或者说是变高或者变低。我给大家做一个用红色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明度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红，就是我们3原色里面的那个红。通过它一直加白，不停的加白，它会变成粉色，一直到最后是我们的白色。它不停的加黑呢，最后是加到了我们的一个最深的一个黑色哈。然后所以说我们在甲油胶去调的时候，所以说拿这个彩绘胶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。首先我们先去等量的这个白色，大家也可以在调色板上直接去调，用调色板嘛，可以看得明确一点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明度哈。明度里边来说，白色越多，它的明度就越亮；黑色越多，它的明度就越暗。那我们同样用这个用一个红色的甲油胶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然后我这个调色板上加一个红，我来加2滴哈。看这个红色甲油胶，呢，我们如果现在开始往里面去加白色，用甲油胶去调哈。我们先加少量的白，稍等啊，先加一点少量白，然后我们去调，在这个边缘去调。我们在这明度呢，我们就是假设说红色用50来表示，然后越加白是越往前，但是明度是越亮。一直到100啊，我们这个红色放在50，那么刚刚加了一点白的，我们就放在40，在40位置涂上。然后如果说是想要让它再粉一点，我们先把这个正红铁红色放在50这个位置。然后如果想让它再白一点，那么我们就再加一点白，一点一点去加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白。再加一点白之后呢，它会出一个什么？哎，颜色开始变浅。那么如果再不停的去加白，我用笔上这个再蘸取这点白颜色，它就成了一个淡粉色。那么一直加白，加到了最后，它就变成了什么颜色？就是我们的白色。然后你这再加点白，你看一直到最后就变成了白色。擦一下啊。这是用我们的甲油胶去调的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色。那么同样，如果红色里面我们不停的去加黑，要是我们去加黑，我们先把黑色放在我们的调色板上。如果用红色去加一点点黑，它的明度就开始变暗。你看啊，看它的明度就开始往下降，就没有这么的鲜亮，看见没有？但是如果再继续往里加黑，它就开始更暗，颜色会变得更暗。
它还是会有一些红色是明显能看出来的。那么你就还是按照这个情况不停的加黑，我们都用甲油胶去做啊，一直加黑，一直加黑。它的明度就会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，一直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颜色？我们的黑色，就变成了黑色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明度，从暗到我们的亮都是同一个颜色做出来的啊。所以说大家在调甲油胶的时候，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过深，你可以在那个调色板上稍微加一点白色，然后融合一下，让它这个整个明度稍微变得亮一点，它颜色就会变得浅一点。不光是红色，任何颜色的甲油胶我们都可以用来去调，但是这都是有彩色系。像无彩色系的话，我们只能从黑色慢慢一直调，变成灰、浅灰，一直到最后我们这个白色，它是调不成彩色系的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在我们基础色彩上的一个原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拿一个甲片涂一个甲油胶，然后运用我们学到的这个色彩搭配的色彩调色的一个原理啊，我们去尝试一下。我这里呢选用2个原色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黄色，然后呢在甲片上做出我们一个就是左右渐变的一个效果。首先呢也是先涂黄色在甲面的一半。好，另外一半呢，我们涂我们的这个蓝色。因为这种渐变相对来说运用的比较多，所以在配色上，大家就是在做这个双色渐变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好它中间的一个过渡颜色。你像蓝色和黄色，我们这两个颜色会调出我们的绿色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甲油胶调和一样。涂好2个颜色之后，我们从中间从上到下一点点的去做过渡。因为蓝色相对颜色比较重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如果比上蓝色过渡，我们可以稍微擦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往下做。你看。慢慢中间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我们的一个绿色。如果说你做的这个双色渐变没有中间这个过渡绿色这么明显的话，说明你做的还是这个过渡还是不够，还需要再去走一走。这是第一层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做完第一层还要再做第2层。然后大家先去看这个颜色，那是从有一个黄色到绿色，最后到蓝色的一个渐变过程。这就是我们在选颜色的时候，可能2个颜色中间会调和出其他的颜色，在做款式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因为你中间调出的这个颜色影响你整个版的颜色，所以提前一定要把这个颜色给选择好。这是我们一个在甲油胶上的练习，大家可以多尝试几个颜色去做版，做版之后发给我，我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你们这个颜色过渡选择是否是合格。